大家好，我是仁謙，歡迎來到我的頻道。讓我用各傳佛教的師資學歷、數百萬字的翻譯經驗、10年來的教學經驗，與你一起聊佛辯經。我最近有一個強烈的感受，就是有時候呢，我想要去模仿別人的一些成功的方式，可是在我身上就沒有用。比如說，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讀了某一本暢銷書啊，看了某一個爆款文章，然後告訴你說，他可能靠了早起儀式改變了人生，所以我們就照着做，5點起床，冥想10分鐘，寫晨間日記，運動30分鐘等等。第1周你可能充滿幹勁，第2周你可能會開始掙扎，第3周你就精疲力盡了。我特別是如此，我就還為此呢想要去買一個什麼讓我可以早上起床的那種日光燈，真的是一點用都沒有。然後反而讓我白天变得更没有精神，效率比以前更差。最後放棄了之後呢，心裡更加覺得自己非常失敗。你就會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我意志力不夠啊？是不是我哪裡有問題啦？為什麼這個方法幫助那麼多人，卻對我沒有用？這種經驗你一定不陌生。研究證實，這種挫敗感非常普遍。綜合分析發現，即使是經過驗證的行為改變練習，對不同個體的效果差異可能達到300%以上。同樣的方法，有人徹底得到改變，有人毫無效果。問題不在於我們不夠努力，問題在於我們用別人的路走自己的人生。而2000年前的《金剛經》早就看穿了這場複製貼上的騙局。《金剛經》說：“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這段話其實就有3個層次，徹底拆解我們對方法的迷思。首先，不可取指的是說，真正有用的智慧不能直接被拿來複製貼上。你可以拿走別人的方法，但你拿不走讓那個方法在他身上有效的一切條件。第2段非法非非法指的是没有絕对正確的方法，也不是說方法都沒有用，方法的有效性是因人而異的。對他來說是法的事情，對你來說可能非法，反之亦然。對你來說有效的，對他來說可能無效。終極的結果在於，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所有活得通透的人都體悟了某種共同的結果與本質，但是他們表現出來的方式完全不同。你看到的方法是他們個人的方法，不是本質。為什麼我們在複製別人的方法的時候呢，往往會失敗？為什麼我們照了大師的清單做，卻會換來一場空？這背後有3個殘酷的心理真相。首先，我們複製的是形式，不是本質。那個作者早起有效，可能是因為他本來就是晨型人，他可能沒有年幼的孩子，他的工作可能允許他彈性。你複製的是5點起床這個外在形式，可是我們卻忽略了背景條件。研究發現，人們在預測自己執行計劃的時候，傾向於忽略情境因素，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總是高估複製別人方法所會產生的效果。其次，語言是無法傳遞完整經驗的。經文所說的不可說，指的是作者能寫出來的，只是他能言說的部分。知名學者普拉尼提出的內隱知識的概念告訴我們，我們所知道的遠比我們能說出的多。你拿到了配方，但是我們會往往缺乏了手感。第3個重要的原因在於，我們在尋找標準答案，但人生沒有標配。我們從小被訓練要尋找正確答案。經文所說非法非非法，指的是有效就是適合你的，無效是不適合你的。因此沒有所謂的標準，只有適不適合。研究顯示，相信有固定正確答案的那些人，面對挫折時更容易放棄，因為更容易覺得我找錯答案了。經文最後說，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這就是關鍵。所有活得好的人都通達了某種相同的本質，可能是認識自己，可能是找到節奏，但他們活出來的樣子完全不同。有人早起，有人晚睡，有人靠嚴格計劃，有人靠隨性直覺。這些差別沒有對錯，而是每個人都找到了自己的版本。研究發現，追求與自我一致的目標，也就是那個目標適合自己，從適合來思考問題的人，他達成這個目標的幾率跟他感到的幸福感都顯著的提高。重點不是目標是什麼，而是這個目標適不適合你。如果你覺得這種對於經文的現代解讀對你有幫助，其實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做過一系列的《金剛經》如何打破大腦慣性思維的影片，從不同的生命切角去看看這部破執之網的經典。你往前看的話呢，或許會更快找到適合自己的節奏。我們第一次談的是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的那段經文，釐清真相與事實的差異。第2次我們談的是一切有為法等等的4句，談的是觀察生命的無常與因緣和合。第3次我們談因無所住而生其心，講的是短視與遠見如何培養。第4次談的是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等等的經文，談的是大腦傾向於固定認知所造成的問題。
第5次我們談還至本處，講的是如何去注意到自己內在本來就有的覺悟之心。第6次談的是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的那段經文，分享如何去面對人生的6種障礙跟3種解方。第7次談的是菩薩布施的時候的態度，告訴我們為什麼我們總是充滿了匱乏，總是覺得不夠。第8次談的是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法語者，法上應捨，何況非法，談的是價值與工具的差異，我們現代人最大的誤會。來到今天，我們談的就是如前所說，如何找到適合自己的工具。更具體來說，我們到底是在影印別人的東西，還是我們在發明自己的方法？現在請你停下來，跟我一起問自己3個問題。第一題，當我學一個新方法時，我是直接照做，還是先思考這個適不適合我？第二題，當方法無效的時候，你是責怪自己不夠努力，還是覺得這可能不適合我？第三題，我們是否一直在尋找那個對所有人都有效的完美方法？如果這3題裡面你有2題的答案都是是，那你可能就在複製別人，而不是找自己的路。當然，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要如何去透過實際的練習，找出適合自己的版本。因為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成功方式，我們需要的是翻譯為適合我們自己的能力。嗨，大家好，我是仁谦。為了讓禪師不打坐的內容能夠更精確无礙地傳遞給英語系國家的聽眾，我們正尋找志同道合的英文翻譯志工，與我們一起完成這場跨文化的故事。我們在尋找的朋友呢，比如要有一些這些條件長期觀看禪師不打坐，對佛教經典內容有基本概念與理解，具備流暢的中翻英寫作與潤順能力，願意透過文字轉譯成就自利利他的善行。如果你具備語言天賦且向往傳遞智慧，歡迎點擊資訊欄連結留下資訊，誠摯邀請你成為佛法智慧的布施掌門人，讓佛法智慧傳遞到更多的角落。第一個練習是從複製到翻譯。下次看到某個儀式、某個人分享的某個方法的時候，問問自己這個儀式的本質是什麼？比如說早起，它的本質可能是創造專注的時間。那麼既然知道了它的本質之後，下一題是問問自己，我的版本會是什麼樣子的？也許是深夜的時候你可以有專屬自己的時間，也許是午休的时候可以有專屬於你自己的時間。當你了解了本質，也就是所謂的無為，在剛剛經文所說的無為的時候，那你才有辦法知道到底什麼樣是適合自己的。第二種你可以做的練習就是，如果你看到別人的方法，你覺得很讚，你想試試看的話，你可以做小規模的實驗。你不要全盤照做，把別人的方法當成假設，你應該設計一個1周的小實驗，根據你的觀察來調整，而非完全根據原版來做。換句話說呢，在實做別人的建議方法的時候呢，你給自己一個短短的練習期跟緩衝期，內心一開始就注意到這個只是一個練習，會避免讓你進入那種為什麼我做了沒效的無力感。第3個練習是去覺察我跟別人的差異，注意那些別人有效但我沒效，或者是別人沒有用我卻產生效果的事情。這些差別並不是缺陷，千萬不要覺得這是個問題，這是在認識你自己的一個關鍵線索。因為我們每個人的路本來就跟別人不一樣。回到那個早起失敗的自己，現在我們知道那不是我們的問題而是因為我們在用別人的鞋在走自己的路。金剛經說，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所有活得好的人都找到了自己的路。金剛經要告訴我們的是，不要捉住任何固定的方法，不要相信有一個標準答案等着我們去找到。我們的路本來就跟別人不一樣，那不是一個問題，那是我們獨有的禮物。所以我們應該要有勇气去尋找自己的版本。如果想跟我一起在21世紀學佛，歡迎下載我们的本師指南針 App， 裡面有100堂佛學基礎音頻課程，各種課程和工具，還要加入羅卓仁謙 Line@， 關注我們的最新學習資訊哦。針對這一集呢，我特別想要推薦我們的 iMandala App 以及我們禪師不打坐的 Line@。禪師不打坐的 Line@ 提供的是情境式的工具，你遇到了什麼情境，你可以使用什麼樣的工具，結合科學以及禪修，讓你立刻靜下來。這些工具有呼吸法，有冥想，有脈輪觀想等等的，都是屬於幫助你在情境中找到答案。iMandala App 則是個人化的工具，我們根據密宗占星的方法，找出最適合你個人的方法，找出最適合你個人的技巧，提供給你。當然，不要忘記我们剛剛跟你分享的，不論是情境的工具還是個人的工具，你都必須給自己一個小小的實驗，試試看，才會讓你找到一個最適合自己的節奏。那我們下次見，拜。